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拍佬。时光荏苒，转瞬即逝，咱们这2025年不知不觉间就已经，怎么直接消失了？我操！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1月7号了。我说我的天呐，原来国赛打完都这么久了。这一个国赛访谈系列，我居然做了这么久啊！果然是岁数大了，脑子跟不上年轻人了。扯远了，话说回来，2025年对于整个 OPCG 来说都是相当关键的一年，它承载着从3标到4标的蜕变，又承载着即将迎接全球同步的使命。所以这一年对于整个简中 OPCG 来说，可以说是跌宕起伏，变幻莫测。在这一年中，简中 OPCG 一共发行了12款产品。从年初咱们的 OP10 开始，到年尾咱们的 ST29 收官，不难发现咱们与日版的差距是已经越来越小了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，所以也是越来越没有答案可抄，需要自己踏实去研究卡组了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也会尽可能的继续把我的思路分享给大家，咱们共同进步，一起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当然我也是受到最近网上很多的这个拉行榜的影响啊，就开始思考咱们今年的 OPCG 发展的到底怎么样，这12个新商品到底哪个对环境影响更大，到底哪个系列更有意思。所以咱们这期进行一下这12个商品从夯到拉的一个点评，顺便回顾一下咱们的 OPCG 2025大事件。首先是咱们的开年大戏 OP10。要说这个盒子影响不大吧，倒也确实不小，里面很多领袖都成了持续很久的竞技常青树，尤其是红绿烟鬼，我们的大发明家3807选手愣是在 OP13 还用它打到了旗舰冠军。单卡方面也是开创了版本先河，黄色的超新星，紫色的藤团，绿色达斯奇，乌索帕的 SP 都是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出场率的，有如此长尾的影响，按理说应该是个不错的盒子，但是 OP10 却是打开了为期1年的价格崩盘，最低的时候一箱只要1300的，这也导致了哪怕到了现在10的卡夹都是极其的拉胯。我印象很深的，当时 DC 老师和爱导俩人还专门出了一期关于价格崩盘的探讨，那时的店家是真不好过啊，退单的非常的多，毕竟原价箱就算出了漫画你都回不了，只能含泪放鸽子了。总体给到拉完了，10发售没多久就是咱们的5档路飞狱组，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还有这个狱组了。主要还是当时最厉害的单卡4费佐龙恰好被蓝明哥克制，五路飞又只在个别卡组里有所表现，大本时候还没什么表现，所以这个狱组有用的单卡一下就只剩下鼹鼠枪了，结果后面卡册还声喊复刻了，只能说是提供了个出场的舞台吧。总体给到 NPC， 间隔了2月份钱包的沉淀啊，迎来了3月的1比02，这个整个补充包都在为绿子路飞一个领袖服务的盒子。然后同年的 PRB02 还对这个盒子唯一的 SEC 进行了背刺，按理说我真应该给他个拉完了，但是没想到绿子路飞真是能玩这么久啊，现在你还能看到绿子路飞的上位，再加上新消息的公布，艾尼路保不齐也要起飞，6首歌更是未来可期，那30多个金边大头也确实是很有特色，成为了很多玩家的重点收集对象和心头好，属实相当给力。要不是我一张漫画也没开出来，我真对这个盒子未来的表现是相当看好，所以总体给到人上人。 OP11 真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一个盒子，也是职业生涯的滑铁卢，我就喜欢科比咋的啦，不行吗？这不是现在还在吃补吗？总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的，对吧？主要是这个盒子只火了一个头，那就是蓝子路飞，如果不吃表，你现在还得天天琢磨怎么过蓝子路飞。要我说，针对蓝子出表真是最菜的思路，就应该把红子罗也放出来，让他俩神仙大战。我现在对这个盒子真的是一点好脸色没有，唯一值得称道的也就这个金银路飞了。总体给到拉完了，下面金银路飞给到夯 ST22 咱们的死人 TT 啥也不说了，我个人先给到夯，毕竟谁知道他是白团呢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开那么多是吧？但是你们别说，这个狱组我还真是没亏钱，一开始大家都要里面的光月玉条，我15一个全卖了，剩下一堆乙藏没人要，后来艾斯一公布，我乙藏又15一个全卖了，连带着零零碎碎白落下一套一照，再加上狱组里的真正神卡，因为我是白胡子，一卡盘活红蓝艾斯，奠定了白团地位，所以这波必须给到夯爆了。接下来的 OP12， 首先这金银胡子我先给个 NPC 吧，反正我确实是不喜欢，然后价格跟金银路飞也没法比，给个 NPC 算我给他面子。然后就是不论是领袖还是单卡，都是目前来说对环境影响比较短的一弹。雷利表现算好的了，到13也没了，轻质山治克拉松科尔拉则是基本就没在大主流环境里面出现过，唯独索隆长那么一点，13还是活跃了活跃，但是到了14也让他背景里那个给干趴下了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佩罗纳和大熊了，再带个王者系，简中还非得翻译成个王者游戏，不知道咋想的，信达雅一个不沾。好在漫画波尼和 TR 索隆挽救了一波颓势，不至于像10一样那么惨，所以总体给到人上人。至此也是点评过半了，12个系列点评了6个了，不得不说这
这新换的电脑剪辑的就是快，旧的留着也没啥用，就让我撇了。下半部分的开门就是咱们的新6色狱组，不知道是不是上次6色狱组的蓝明哥设计的太狠了，影响万代卖牌了。这次6色狱组设计的可以说是过于保守了，可以说是哪个领袖也没打出来。我现在家里还剩下6套大和狱组没卖掉呢，除了六费乌塔和罗贝，我估计大家也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个狱组了，只能给到个拉完了。新6色虽然一点水花没有，但是新的黄金盒可真是水花相当大了，每年的黄金盒都可以说是全年的焦点了。30张金东更是各位大佬的新追求目标，并且因为之前的一弹复刻卡太多，稀有度稀释被骂惨了。第二弹时咱们万代也是明显吸取了教训，补充了全新亮点。首先是普通卡的工艺升级，为那些有了异画卡的复刻卡增加了隐形 logo， 没有异画卡的才出了异画。然后是每个颜色都出了3张新卡，增加了打牌党的使用价值。更关键的是推出了专属 SP 卡和4皇漫画事件，工艺是真的牛逼。可以说不管是打牌补卡还是收藏价值，都是今年我认为最值得开的盒子了。总体给到夯。OP13 作为4标的开头，又是咱们的周年盒，诚意上来说还是足够的。3种红漫加上勾勾叉叉专门作画的红字五老星，确实一下子给了我相当大的震撼哦，使得咱们的金银红发都黯然失色了。第二方面给到的也是咱们的微微公主，这一下比之前那连着好几弹的糙汉的真是完美太多了。SP 方面更是通缉令回归，这是多少人最喜欢的异画形式了。作为周年盒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给到一个夯的，并且作为4标开头，领袖强度和单卡质量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既有4标该有的强度，又不是完全让老卡作废，很多老领袖也依旧有一战之力。虽然当时 OP13 环境有些3足鼎立，但是也常年能看到各种老领袖的上位，更有伊姆这种平民战神，100块钱不到的一套卡组玩得乐乐呵呵的，再加上有我最爱的白团啊，白团终于崛起了，所以总体给到夯爆了。1B03首先作为一个全女盒子，它就值得一个人上人了，再加上也是直接的挽救了很多原来玩不了的领袖，至少说有了一个基本的卡组强度，然后也是推出了很多对之后环境都有深远影响的强度卡，以及一个完全可以在主流环境中竞技的墙头微微。我艾斯真是被微微追着打，我真吐了。好在国赛没碰上诸葛，不然真是被微微像鬼一样缠着。而且1B的卡池比较小，属于随便开一开就能收集其要的卡了的程度，所以对新人入坑也是极为的友好。再加上 1B04 公布的消息来看， 1B03 的这些个得到了补强的领袖又能再补一遍，所以我强烈建议，如果这个箱子里的某些卡你觉得你之后大概率会需要，那就趁早收一收吧，省得跟纳美罗宾似的，起飞过快了，享受收不起了。总体给到顶级。OP14 作为今年国赛前的最后一个补充包，确实是为整体环境带来了非常多的新鲜血液啊！7个领袖也是直接开创了曾经未有过的先例，完全对应上了咱们七武海的设计主题，并且7个领袖也都是各具特色，没有绝对弱的领袖，感觉都是那种环境一旦合适就能马上出来蹦跶蹦跶的类型，并且女帝鹰眼在环境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。女帝是第一周冠军最多，鹰眼是直接包揽了国赛冠亚，都是直接向我们证明了心头的强度。其他几个也都是各有表现，要不是都得给我艾斯和伊姆大人几分薄面，老杀明哥来了全杀完了。唯一问题就是整个 OP14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泛用的单卡出去，属于七武海专用盒了，也就是本身表现极其一般的莫利亚家的鬼船轴还比较破圈，属于詹皇就可以想想要不要上个船，其他的真就是别人家一点也见不着，属于是一旦这几个头玩不了了，这弹也就玩不了了的典型。所以作为泛用性上的考虑，给到个顶级到人上人之间，毕竟之后能活跃多久还真不好说。最后咱们2025年的收官作品 ST29 艾格赫德黄路飞，先不说别的，我这几天打积分赛打黄路飞我都要打吐了，这6血是真能扛啊！再加上这七罗宾 S 蛇巴莫利亚，这没事就奶一血，没事就奶一血，就我真是没见过这么狗的领袖，打安妮路我都没觉得这么难打，真是看得我跃跃欲试的。不说别的啊，确实挺好玩的。如果大家也想体验那种要么我赢要么双败的究极畜生行为，闭着眼睛冲就完事儿了，可以说给了大家个，如果你没想好这个环境该玩什么，那就买2套狱组直接加入的无脑选项。因为是新领袖，大家都还处在摸索阶段，所以是构筑花样很多，思路也很多，可见大家对这个领袖还是抱有很高的热情的。作为 OPCG 2025年的收官，虽然不是一个究极夯到爆的一个产品，但是也确实调动了部分玩家的热情，是个良心有诚意的狱组。冷蔷薇这里给到人上人。总体而言，2025年的 OPCG 真的是充满波折的一年，从年初的 OP 要凉到年底的风暴要火，这一年的 OPCG 真的是跌宕起伏。最开始面对101112的时候，我曾一度想过放弃 OP， 毕竟符文战场那么火，大不了我就转型去打符文嘛。但是面对兄弟们的支持以及小伙伴们的期许，再加上咱们 OP 每弹又总能拿出那么点新东西，让我们总是觉得是不是过一阵子就好了，是不是下个系列就好了，是不是下个赛季就好了。
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期许中，海贼真的是好转了。或许是终于要赶上全球同步的进度了，从年初的快2月到现在的只要1周，我们再也不需要眼馋别人了。或许是卡价回暖了，至少说总有那么几个念想能支持我们去开盒了。再或许是大家的热情真的又回来了，真的有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领袖，自己想玩的卡组。毕竟在如今这个又一次能称得上百花齐放的环境里，没有什么卡组是不能拿出来耍上那么一耍的。致敬每一位坚持下来的玩家，致敬每一位又支持我走过1年的小伙伴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。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